这一节课我们继续讲二三柜下单犯错的一些注意事项。那这一节课我们主要讲的是关于取值的一个问题啊，主要是高度方向的取值，因为深度跟宽度的话跟我们之前明白的是一模一样的啊，这里主要针对的是高度。那高度的话，我们看一个案例，那左边是现场图，右边是我们的下单的一个模型图。那从我们现场图里面，这是它是有多点测量的，有个最大值288这个尺寸，然后也有个最小值有284这个尺寸。OK，再看回我们右侧的一个模型图模型图，然后它的柜子顶部结构它是一个修边条的一个结构，对吧？然后它下单的一个总高度是2488这个尺寸，然后这个的话去到安装现场的话是反馈柜子大了卡不进去。为什么说它是卡不进去呢？那我们首先要了解的话是这个修边条的一个结构。那我们柜子调出来这个柜子的总高模型显示这个2488这总高，它到底有没有包含我上面这个修边条的呢？这个的话大家一定要清楚。那我这边先讲一下这个修边条的一个基础的一个结构。首先第一个颜色，它可以跟我们柜身颜色做一致的可以跟柜身做一致，只是跟我们 A 收是一个样的，是一样的第二个，它的规格，它的宽度只有1米的宽，它没有说可以做超过1米的，高度是40高度是40，它的一个效果的话是用作顶部收口现场调节可以裁的，那裁的一个范围的话是0到300到30，应用限制的话它只能用到我们这种后装的一个工艺后装的工艺，因为有时候可以看到有些设施它用的是独立的顶风板，还配了这种修边条，但是这种的话现场是没有办法去装没有办法去装。OK， 还要注意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虽然软件它没有显示这个修边条，对吧？但是只要你是修边条结构的这种顶柜，它就是默认配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虽然软件它没有显示，但是高度它是不包含的，是不包含的所以我们在算总高的时候，记得要加要减去你一个修边条的一个预流量这个的话大家一定要清楚就可以了。第六个，安装安装的话安装起来会有部分是安装师傅反馈不怎么好装一推二修3钉4拍，相对于以前的一个独立顶风板来说，确实没那么好装。那什么情况下会用到这种修边条的结构呢？一般来说我们要根据现场的一个量尺的情况，假如我量完尺回来的一个最大值跟最小值之间，它一个误差范围小于2公分，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这种修边条的一个结构因为我们一般取值的话就会取一个最小值，再预留一个5个毫到10个毫之间这样的话加起来的话会在3公分以内，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用到我修边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我的一个最大值跟最小值大于2公分了，这种情况的话就不能够用这种修边条了，只能改成一个独立顶风板独立顶风板的取值的话顶风板加柜体的一个总高度，可以选择一个现场最大值，或者选择一个最小值都可以，只要是看你的一个误差一个范围就可以了。OK， 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一些了，我们再看回这个案例，如果我还是选择我这个修边条的结构，那我的高度要怎么选呢？一般来说我们可以选现场一个最小值284，对吧？刚刚也有讲到，我要选一个最小值的284，然后再预留5到10个毫5到10个毫，那我就可以得出我可以选择柜子高度，它是2479到2474之间，我都可以的，都可以做的因为这个先差这个10来毫米的话，现场是靠那个修边条去填平就可以了是没有问题的。这个的话就是修边条选择尺寸的范围。第二个的话，如果我选择独立顶风板呢，那独立顶风板就跟之前的一个要求是一样的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柜体加总高，可以选择一个最大值但是这种的话就要现场去裁要裁。但是如果你想不裁想不裁的话，就看你一个最大值跟最小值相差大不大。像这种相差不大的话，就直接可以选择一个最小值。这种的话，现场不裁就可以了。还可以在最小值之间再缩一点，会缩2个毫，这样的话可以保证你不用裁就可以直接塞进去现场再打点玻璃胶就可以了，这挺完美的。OK，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设计师在下单用修边条或用独立顶风板的时候要取值要注意的问题这个的话就是高度取值的一个问题。那接下来的话会讲第3个问题，就是关于二三柜避让的一些问题。